大家好，我是东宝贤辉，今天我们来讲《电锯人》第2季的99话啊。上一话呢讲到山鹰将被班长弄死了，之后呢借助战争恶魔的力量又复活了。第二天的清晨啊，山鹰将满头大汗的从床上醒来。关于这么热的天气啊，他睡觉居然还穿着校服，我是很不高兴的。接着山鹰将回忆起昨晚的遭遇，看起来被恶魔袭击什么的都是南柯一梦啊！才怪嘞！坐在床前的竟然是另一个自己，山鹰将当场就吓得魂飞魄散。但是看到少女那双轮回眼和脸上的伤疤，山鹰将好像有点明白事态的严重性了。不行啊，这肯定不是真的啊！月儿啊，无奈的看着山鹰将表示：“小妹妹，你能不能接受现实啊？我要你现在马上给我回归正常生活，乖乖吃饭，然后去学校打卡，不然啊，老子分分钟宰了你！”面对这个恶魔的步步紧逼啊，山鹰将被吓得哑口无言。一番思索之后呢，他还准备把希望寄托于这是一场梦境之中啊，十分滑稽的狂捏自己的脸颊，气得月儿啊痛骂他的：“你有病是吧？你给我看看电视啊，混蛋！你的老师和班长昨天晚上就已经死了，麻烦你认命吧，把我们昨天晚上联手砍人的事情好好的给我回忆起来啊！”山鹰将一想，不对呀，你不要血口喷人啊，这明明是你裹挟我杀的人啊！说罢，愤怒的山鹰将一掌推向约尔，但是手却神奇的穿过了对方的身体。真的牛批，你就是宇智波带土是吧？嘿嘿，没想到吧？约尔解释道啊，自己只不过是山鹰将脑中的幻象罢了。然后他强调，山鹰将昨天啊就已经死掉了，现在山鹰将的身体啊已经是战争恶魔的所有物了。看着约尔那傲慢的表情啊，山鹰将十分的惊恐，却又不敢反抗，只得老老实实的提包上学去了。一路上啊，约尔告诉山鹰将，你虽然死了，但是我保留了你一半的脑子，这样来你不仅保有思想，还能帮助我在学校里隐藏恶魔的身份。毕竟啊，老子完全不懂社会上的人情世故嘛。山鹰将问起月儿为什么要执着于潜入自己的学校，得到的答案是啊，电锯人就在这所学校里读书哦。说着啊，约尔吩咐山鹰将从包包里拿出了一枚纽扣，这是死去的同胞啊从电锯人身上薅下来的。纽扣的来源啊，正是山鹰将的学校，证据指明了电锯人啊肯定是隐姓埋名在这里读书来着。但是山鹰将望着自己非常厌恶的学校，一股阴暗的不适感顿时袭来。完了，山鹰将的自闭症啊又犯了。约尔随即威胁山鹰将，你不要突然熄火啊，老子费了那么大的劲才搞到你的身体，你现在可不准给我打退堂鼓啊！但是山鹰将又回想起了班上同学们冷漠的目光不行了，我真的不想去学校啊！约尔没辙啊，只能发出终极死亡威胁，你要是不去学校的话，老子现在就杀了你！但是他完全低估了山鹰将的自闭程度啊，情绪低落的山鹰将已经被负面情绪压迫的走不动道了。约尔有些急眼的说道，你真的会死哦，老子没有跟你开玩笑的啊！但谁知山鹰将本来就有自杀的倾向啊，比起要去学校里遭受同学们异样眼光的折磨，我还是死掉比较轻松一点啊！我靠，老子真的是捡到宝了！正在约尔要被山鹰将活活气死的时候，一个帅哥看见山鹰将举止异常的站在原地，他走过来温柔的问道，小妹妹啊，你是肚子痛吗？山鹰将本来只是冷冷的瞥了他一眼啊，您是？哟，这不是章鱼哥吗？没想到他居然十分关心的表示要不要带山鹰将去保健室。经常看日漫的人都懂啊，一旦进了保健室，那就可以说是无法无天了。纵使山鹰将再怎么抑郁啊，在帅哥的攻势之下，马上就不知道自己贵姓了。约尔眼看山鹰将已经完全不按自己的指示行动了，算了，老子还是自己来操作吧。说罢，他就非常暧昧的咬了一口山鹰将的后颈，山鹰将直接抽搐了一下，当场脑子里就显示有异地登录啊。随后一个脸上有疤的少女盯着章鱼哥质问道，你
你小子知道学校里有电锯人这回事吗？我靠，这月儿运气真的有够差的。且不说章鱼哥是马奇马的手下，他之前还当过电池的保镖啊，那怎么可能会告诉你电锯人的情报嘛？并且啊，他还发现山鹰酱脸上莫名的多出了几道伤疤，属实是非常的可疑啊。但是现在处于状况外的山鹰酱本人啊，却是慌得要死。被踢下线的他只能从灵魂的角度观看两人的对谈。章鱼哥呢，则是表现得相当的低调。他先是表明了自己也是转学生啊，所以不是很清楚。但是啊，好像又有传闻说电锯人在恶魔猎人社团。这种老实本分人的态度啊，倒是给约尔一个很不错的印象呢。他一番思索之后啊，直接靠到了章鱼哥的面前。虽然处于仰视角啊，却掩饰不住他那自带傲慢的态度。约尔对章鱼哥发出了灵魂拷问啊！我说你小子啊，要不要来给我做男朋友啊？这一问直接给现场两个人都干麻了。山鹰酱这种交际白痴啊，当然是直接吓得人都掉色了。章鱼哥也是想都没有想啊，就拒绝了约尔的提议。不过想想也正常啊，那约尔用的是山鹰酱的身体出现在人间，那山鹰酱就算资质再好嘛，也是个穿着大众校服的地位娘嘛，那怎么可能拿得下见识过马奇马这种 level 的章鱼哥嘛？不过山鹰酱本人好像更在乎自家的贞节牌坊啊，他羞得满脸通红，责怪约尔为什么要擅自表白。这下呢，约尔便名正言顺的介绍起了自己的能力。我可以把自己的东西变为武器。刚才那个男人要是爱上了我，我就可以把它变成武器来使用。我好像听懂了，你说这武器该不会是人助力吧？最后啊，约尔提到了自己的作战方针啊，他要最大限度的把人类化为自己的武器，这样呢才有资本和电锯人开战呐。要这么一说的话，约尔的战法好像和马奇马差不多呀，可能只是他们想要的结果不同啊。虽然约尔说这话的时候啊，表情阴森恐怖，活脱脱的像是个无情的杀人机器啊，但是我还是想说啊，你想招募信徒做兵器，在这种破学校里要找到什么时候啊？你就不如直接搞个水龙菌乐园，那过不了几天啊，你就全民皆兵了，哈哈。山鹰酱这边呢，听了约尔的逆天发言啊，他越想越不对劲，那自己该不会是卷进了什么将要改变世界的大事件里面了吧？他想了半天啊，觉得这个约尔必然不是什么好鸟，当下应该赶快找个恶魔猎人来把约尔弄死啊！结果这个计划马上就止步于了思考阶段。约尔非常不悦的靠过来威胁山鹰酱：你觉得老子是猪啊？你和我共用一个身体，你在想什么我不知道的吗？要是敢告密的话，我就弄死你哦！为了暂时先稳住山鹰酱啊，约尔开始给对方画起了大饼。我们先入驻恶魔猎人社团，寻找电锯人的线索啊！只要到时候打赢了电锯人，我就把身体还给你啊！你看看这个条件怎么样啊？在这种无法讨价的谈判下，山鹰酱为了保命，也只好先硬着头皮答应下来了。之后呢，镜头来到了恶魔猎人社，看来这一届参加社团的新生还真不少啊。为首的男人提到，接下来所有人需要先完成讨伐恶魔的前置任务，才能够正式入社。说完呢，干部妹子就开始将报名的人啊依次分为3个人的小组。于是嘛，好巧不巧啊，山鹰酱和章鱼哥又机缘巧合的被分到了同一个组。看着同组的短发妹子啊，十分开朗的在和章鱼哥打招呼，山鹰酱此时早就羞耻到了无地自容。完了！接下来啊，自己到底要怎么样处理这尴尬到死的人际关系啊？本话结束。